假如你有一个奥特曼变身器，那么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那肯定是先别做白日梦，因为就算你是人间体，也不是想变就能变的。你会受制于变身器的机制问题，以及奥特曼是否愿意出场。那这一期先从变身器的机制来学一学该如何正确变身。第一，首先你要正确的使用变身器。在泽塔第一话中，泽塔救下了在战斗中牺牲的姚辉，并与他合为一体。随后便把泽塔升华器交给姚辉，并且手把手教姚辉如何使用变身器。不得不说，为了卖玩具，新生代的变身环节确实下了不少功夫。如果不按照正确的步骤来，这个变身器就是一个塑料玩具。没有泽塔的指导，姚辉也差点变身失败。虽然整个教学过程持续了2分钟，但在小黑屋中1分钟相当于外面的1秒，因此对于正常时间来讲，姚辉2秒钟变身成功。相比较昭和平成简单的变身方式，也算是朴实无华了。在之后特利家中，泽塔客串登场，但泽塔升华器却因损坏无法变身，甚至连奥特勋章都被巴罗萨星人抢走。不过张人直接帮其做了个泽塔密钥，但姚辉情急之下却没询问使用方式，因此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。最后还是姚辉自行领悟了胜利火花棱镜的使用方式，终于变身成功。因此如何使用变身器还是一门大学问，你说是吧？快抖！第二，人间体心理因素可能导致无法变身。在德凯第21话中，面对曹颖博士的人类自食恶果的言论，宙大的内心动摇，陷入了迷茫之中，直接导致自己无法变身德凯。最后戴拿经验登场，并开导终于变身的宙大。这个问题还出现在詹阿斯的人间体早日圣人身上，因为自己内心的不够强大，导致自己刷牙变身失败。同时，人间体的心理抵触也无法变身成完全体的奥特曼。在奥特曼传奇中，赛罗坑蒙拐骗下强行控制大河变身，但大河的心理抵触导致赛罗变身后只有5米，一度遭到小孩子们的嘲笑。而我们的迪迦也有此类状况，在远古复苏的巨人中，因父亲大古回归人类的思想影响，原意也只能变身成缩小版的迪迦，战力也是十分拉胯。因此，人间体的心理因素直接影响到变身是否成功。第三，人间体的身体情况，一旦身体出现超负荷的情况，也会导致无法变身。在雷欧第1话中，赛文在战斗中被马格玛星人断腿，身体负荷的增大，导致变身时奥特眼镜被烧毁。还有在梦比优斯最终决战中，面对黑暗皇帝安培拉星人的入侵，能量早已消耗过度的未来，顶着黑眼圈想要强行变身，不仅使梦比姆气息消失，就连整个人也直接昏厥了过去。因此，注意休息，保持身体健康，才能保证顺利变身。有道理。第四，人间体要和奥特曼产生共鸣。在泽塔第2话中，面对怪兽的袭击，姚辉想变身，泽塔直接解决战斗，但按下按键后并没触发小黑屋变身。后面泽塔也告诉了姚辉无法变身的原因。ちゃんとギリギリまで頑張って、俺たちの気持ちがぐっと出来上がってからじゃないと、ウルトラマンにはなれないんでございますよ。另外，在艾斯第26话中，希波利特星人的幻象在城市中出现，北斗与南希子想变身艾斯，但两人的戒指并未发光，于是两人紧握双手，让战机撞向希波利特星人，促成强行变身。然而战机直接穿透了过去，显然艾斯早已看穿了一切，双方也无法产生共鸣变身。同时，在高斯第1部剧场版中，小五藏想通过灰石召唤出高斯，也因此失败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并且无法与奥特曼产生共鸣，无法成功变身。第五，特殊空间之中无法变身。在赛文第10话中，朱星团身处伊卡尔斯星人制造的4次元空间之中，不仅无法变身，而且也无法使用奥特胶囊。同样的，在艾迪第5话中，师弟猛误入巴姆星人制造的4次元空间，也无法变身艾迪，还差点被巴姆星人击杀。另外的，在迪迦第33话中，大古身处充满黑暗的世界中，也无法变身迪迦。因此，如果你想变身奥特曼，千万不要前往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，以免造成变身失败。第六，强烈电磁波干扰，无法变身。在赛文第32话中，朱星团身处强烈电磁波的地带，使用奥特眼镜无法成功变身，因此这种危险的地方大家也不要去。第七，命悬一线的被动变身，这个算是前期杰克奥特曼的专属变身方式。眼看香秀树快不行了，引起了被动变身。不过这种变身方式绝对不建议大家尝试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杰克。以上就是奥特曼变身器的机制，不过都是建立在你是人间体的情况下，所以赶紧成为奥特曼人间体吧。